哎，击倒了！什么情况？中国格斗第一狠人意外被击倒了一次，重新爬起来的陈瑞眼神突变，两记精准有力的上勾拳彻底打碎对手下巴。一次反杀说明不了什么，两次暴力 KO 世界冠军绝对可以证明陈瑞的实力。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成为了擂台上的焦点，每场比赛都有上万人在现场进行观看，网络上也有上百万观众观看现场直播。在雏量级这个竞争力较大的级别当中，陈瑞算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猛将。绰号幽灵的他打法极其诡异，再加上他那神出鬼没般的步伐移动，就算处于天大的劣势，他都能凭借一己之力扭转战局。陈瑞最快一次 KO 对手，他只用了30秒。就在陈瑞在国际擂台连战连胜无一败绩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国际猛将，他叫罗曼·阿尔瓦雷斯，是世界排名前3的选手。每一次冲击世界第一都受到了阻碍，为此阿尔瓦雷斯感到非常的愤怒且不甘心，于是他便找到了在雏量级连战连胜即将进入世界排名的陈瑞。阿尔瓦雷斯不知道的是，眼前这个中国小伙并不是任由他人欺负的小瘪三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陈瑞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陈瑞，墨绿色短裤是世界排名前3的阿尔瓦雷斯。上1秒陈瑞还在淡定地和阿尔瓦雷斯进行试探，结果下1秒陈瑞就发起了猛烈进攻。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一波猛攻，阿尔瓦雷斯很快就调整了过来，继续与陈瑞展开了正面对抗。开场就喜欢打重拳的选手，所以说这场比赛肯定很好看啊。对，阿尔瓦雷斯来自关岛，关岛在2战前是日本的领土，但是2战后就变成自由邦了，所以说他国旗是关岛的国旗，但是他拿的那个护照又是美国的护照，就跟波多黎各一样，是以自由邦身份加入美国。所以说大家可能去查他资料的时候，哎，为什么有时候显示他是美国国旗啊？已经见红了，阿尔瓦雷斯。阿尔瓦雷斯哦，后手摆拳，刚刚应该是陈瑞连续的击中面门之后呢，这下阿尔瓦雷斯已经出血了啊！而且阿尔瓦雷斯和他的哥哥都是中国格斗选手啊，他的表哥都拿过关岛本地的战壕格斗赛的羽量级冠军。你说陈瑞这一次啃上的绝对是硬骨头中扫很重。是，幽灵这个绰号可不是白捡来的，而是用实打实的实力打出来的。处于6连胜的陈瑞并没有嚣张狂妄，而是继续研发战术打法，以此来增加世界排名。然而阿尔瓦雷斯也不是什么小喽啰，既然能一直位居排名前3，那么他就一定拥有一招制敌的能力与办法。陈瑞打得非常放松啊，而且他的步伐非常灵动，就打几拳之后马上就要用环绕步，你看又环绕步到另外一个方向，对方就很难瞄准他，当心对方的前手摆拳啊，刚才有一下还是打中了，后手的摆拳轰了，刺拳打来，对方也防了一下，中扫。陈瑞的防守包括他的闪躲都做得非常的不错，而且他前手的刺拳这试探的效果很不错。但是两个人都重击击中了对手。刚刚说完啊，对方打了一记迎击。陈瑞一副志在必得的表情啊，而且是头部后手击斧，你看阿尔瓦雷斯的表哥都是世界冠军，可想而知这家伙的家族实力究竟有多庞大。擅长综合格斗的阿尔瓦雷斯，不管是站立还是地面缠斗，都不会轻易把比赛优势交给陈瑞。然而陈瑞是巴西柔术和拳击的结合体，只要是在站立对拼，陈瑞会让阿尔瓦雷斯感受一下拳击所带来的魅力。一旦进入到地面缠斗，陈瑞便同样会让阿尔瓦雷斯感受一下柔术所带来的威慑力。闪侧闪都做得很漂亮。我说两个人都是虚晃一下都要打重击啊。是，陈瑞刚才往后闪了一下，提膝格挡，漂亮的迎击，不让对手近身。对方再来，对方尝试打一些立体进攻，击倒了，陈瑞迅速起身了，要小心啊！虽然说这场比赛呢是进行的是综合格斗的比赛，以整场的一个结果进行评定，但是我们在比赛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会影响裁判的判定。冲拳和刺拳，两个息息相关。陈瑞不与只是一味的在国际擂台为国争光，年仅22岁的陈瑞还很年轻。别人在这个年龄或许是在旅游，或许是在上学，然而陈瑞却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在站立打不过陈瑞的阿尔瓦雷斯实施了一次抱摔，柔术高手陈瑞反应得非常迅速，防住抱摔之后立即对阿尔瓦雷斯发起了猛烈反击。后手摆拳，要补紧西装吗？西装，前手之拳接后手摆拳，连续的勾拳，对方有个后手摆拳，在前手摆拳，当心啊，陈瑞。
陈瑞要小心对方的迎击。哦，阿瓦雷斯鼻子流血的量比较多啊，你看他抹在自己短裤上，自己左腿短裤的外侧有大面积都已经变色了，尤其是左腿这一块啊。嗯，因为他同侧的时候抹了一下鼻子，然后再抹在同侧的短裤外侧。第一槽，虽然陈瑞的那个击打的伤害性比较明显，但是阿瓦雷斯还是有一发就终结对手的能力啊，没错，不容小觑啊，他还是没有脚枪的，还是有那种非常强大破坏力的。就我们说陈瑞在比赛的在站立对拼阿尔瓦雷斯有点吃力，但在地面缠斗依然打不过陈瑞。陈瑞可是被誉为中国格斗第一狠人的狠角色，无论是死亡对拼还是中远距离对抗，阿尔瓦雷斯貌似都不是陈瑞的对手。时间短显现的不明显，真要是对拼的时间长了，恐怕阿尔瓦雷斯的脑袋会被陈瑞无情打烂。一会儿在做迎击或者是做还击动作，步伐上有调整的话，对陈瑞就会非常有威胁力。你看这一下又打通了，实际上对这下打中了，这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所以说再加上陈瑞的恢复速度快，再加上那一下是自己重心有点偏啊，所以说他的起身速度也非常快。前手，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。大家不要眨眼啊，两个人都可能一下把对手给 KO 掉。虽然说呢，这场比赛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决，但是两位选手间的一个拳呢分量都很重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阿尔瓦雷斯的作战计划已经被陈瑞全部摸透，如不及时更改原有的作战策略，恐怕阿尔瓦雷斯的下场会非常的狼狈不堪。别看陈瑞很年轻，才22岁，真要是打起架来，陈瑞坚决不会怂。尽管阿尔瓦雷斯的实力很强，经验也非常的丰富，但这些根本就是不值一提。陈瑞会让阿尔瓦雷斯感受到中国选手所带来的压迫感。打法，尤其是碰上陈瑞这样的站立击打系的好手来说的话，阿尔瓦雷斯要想做一些下潜抱摔，成本很大。前刺，后手击斧，快要到轮边了，陈瑞的机会来了，对方有一下后手摆拳迎击，连续。对方的抱架已经是牢牢护住自己的头部了，护住了自己的要害部位。打了一下后手，再摇闪，这个陈瑞已经后退了。目前主动性是在陈瑞这方面的，打一下刺拳，就不仅是出拳。此时两位对拼的不仅仅是勇气，更多的是作战计划和站立格斗技术。从视野上来看，陈瑞更胜一筹，已经全方位压制住了阿尔瓦雷斯。感受到压力的阿尔瓦雷斯非常的不堪重负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陈瑞所打出的一系列针对性进攻。鼻子出血便是阿尔瓦雷斯被打飞的前兆。一打，不要做太多的摇晃，又一下刺拳打中了，也不要做太多的那种试探的动作。刺拳又中了，连续3下命中对方的面门啊！又是一下，不过对方后手好像拍了一下，挡了一下。是。对方呢被连续击打之后呢，也尝试做一些拍打防守。正蹬，漂亮。结果正蹬是虚招，实招是后手的直拳。刺拳，很有效果啊！刺拳。我们看场边陈瑞教练也提到说，你的刺拳很有效果，尽量多打刺拳。因为陈瑞的臂展比对手长嘛。势大力沉的重拳打空之后，阿尔瓦雷斯瞬间倒了下去，两记上勾打碎了阿尔瓦雷斯的下巴，再加上陈瑞后续的补拳，阿尔瓦雷斯的世界排名前3彻底保不住了。对，陈瑞第二回合 TKO 对手。这场比赛当中呢，陈瑞再来看一下，有可能打在他第一回合鼻子受伤那一部位。这次后手的摆拳直接抡空了。你看第二下虽然是挡住，用肘挡住了，但还是倒地了。我们看这下其实应该都是打在他的防御臂上面，但是呢，对方一会儿就看他鼻子有没有弯。赢了比赛的陈瑞还没有得到片刻休息，就又遭到了一位世界冠军的挑战。可以说刚才陈瑞击败的阿尔瓦雷斯没有真实力，但绝对不能说这一位世界冠军没有实力。他叫阿里·莫塔莫德，来自爱尔兰。别看他毛发是白色的，其实阿里一点都不年老，29岁的年龄正值巅峰，能打17。再加上他是从小接触泰拳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洗刷与磨练，阿里早就已经成为了在擂台上杀人如麻的大魔头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陈瑞的精彩表现。打比赛，而且一晚上赢了2场比赛，没错，印象非常深刻。是，看看两位啊。
今天呢，从技术特点上面来说，陈瑞主动带对手进地面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。看看莫塔莫德会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尝试。莫塔莫德呢，也要上来先试试对方的站立技术到底有多少斤两，再看看自己要不要采用自己的一些摔跤技术。我上来一看，莫塔莫德他的扫踢倒还是挺有维度的啊。还可以。大家看他的那个腿上的那个感觉，整个身体感觉是很轻盈。对。因为他过去在老虎泰拳馆练习泰拳，而且他也有一些泰拳的出场记录，所以他的扫踢技术呢也是有泰拳风格影子在里面的。你看啊，他那个腿法啊，整个腿法技术的使用，你看啊，非常灵活。是，这样的话非常考验陈瑞怎么去跟莫塔莫德打近身啊。他的这个腿法呢，我觉得。就是你说他肯定不是传统泰拳啊，那么有一点像自由搏击的这个感觉。对，你看他泰拳出身的莫塔莫德在站立对拼拥有绝对的优势，但陈瑞的作战计划更为全面一些。真要是动起真格的来，恐怕29岁的莫塔莫德顶不住陈瑞所带来的威慑力。对方的扫踢包括前踢的动作，我们看打的那个高度点都非常高。是。陈瑞呢，刚刚有一次非常清晰的1-2之拳啊，虽然前手拳呢造不成多少威胁，但后手拳应该是打破架了。漂亮！对方刚才又是这下前踢，还是踢得非常高。哟，漂亮！陈瑞的拳，对方有点吃不住，你看有点吃不住。陈瑞这2拳呢，都是把对方打到有点晃。莫塔莫德根本就不是陈瑞的对手，久经沙场又如何，经验丰富又如何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。陈瑞照样是揍你没商量。陈瑞状态非常叫停了，没错，因为确实陈瑞之前的几下后手拳呢打得非常重，这一下其实是滑倒的，但这2拳打得够重，而且倒地之后呢，其实莫塔莫德是非常被动的，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，裁判是陈瑞只用了2分钟就轻松解决了莫塔莫德，如此战绩让百万粉丝眼前一亮，甚至连陈瑞的家人都没想到陈瑞竟然这般厉害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陈瑞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